最近我们收到了不少朋友们的私信，然后很多朋友的内容都是什么呢？都是，我是新手，我不太懂，但是，感觉现在牛的价格处于低位，我想抄底，有场地没建设，就是想做一下预算，说我建设还有设备大概要花多少钱。这个事儿我们其实不太好去预测，因为，铁料的价格啊，人工价格都不太清楚。我们就单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养牛这3年多以来，我们在建设上还有这个设备上一共投资了多少钱。现在大家看见的这个棚呢，是我们养牛第1年回来建的第1个棚。这个棚当时因为受资金问题，就是资金有限吧，这个棚建的也比较矮，就是特别简单。当时那个牛槽的还是铁料的，就是那个圆筒的那种，这是后期又改的。这个棚算上最初的建设，换上改牛槽子，换上安限位栏，应该整个花了将近6万块钱左右。这是这个棚6万，连着这个灯啊乱七八糟全算上6万块钱左右。然后这个棚是建的比较晚了，这个棚是去年建的，去年夏天开始建的。这个棚就因为资金稍稍宽裕了一点，所以建的比较高，这个有5米多高，然后也宽了一些，这个11米了。这个棚是限位栏的，牛槽子是一次性弄好的，没有中间改。这个也花了6万多块钱。这个因为省了一些人工，但是铁料都是比较厚的，都是那种油田上用那种输油的管子。这边建的是比较规范一些，就无论是宽窄呀，还是上面这个骨架啊，都是比较密集的。就是因为有大雪这种事儿，所以我们比较重视这个建设。这边建的是比较规范的，比较好的，花了6万来块钱。这个棚是我们第1年养牛，然后临出栏的时候建的。这个当时是一个仓库，里面我们放草、放拌料机、放饲料的。然后当时因为也是资金受限，也是建的比较矮，所有的铁料全都是旧的，包括那个房梁啊都是旧的。由我二叔给了一部分，然后还有在那个旧货市场买了一部分。反正东拼西凑吧，一共就花了2万块钱，很便宜。包括那个彩钢瓦都是旧的。这个棚放了1年的饲料，放了1年的草料，但是车进不去，铲车也进不去，什么车也进不去，就特别受限，往里搬草也费劲，所以我们给它改成了母牛棚。现在里边在放母牛，放了10来头母牛。然后那边那个棚放不了草料了，我们就想办法在这边又重新接了一个，重新建了一个，这个高了一些。把那个拌料机啊、传送带、撒料车，所有机器、饲料还有都搬进来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大，草料只能放到另一边。现在没有建那个草棚，我们暂时也不打算建，因为现在确实也不赚钱，就基础设施上就不投资太多了，就先这样干着了。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家这个设备了，最早买的这个拌料机，这是我们家添的第1台大型设备，当时花了2万3千块钱。现在好像掉价了吧，2万1、2万2了呀。但是这个有补贴啊，大家能看见那块写着2024农机补贴，我们这个补贴办下来能补贴6400块钱，当然还没到账，就是手续办完了。再下来是这个传送带跟拌料机是一起的，一起给的钱。然后这个撒料车花了1万0500，我们买回来半年多没用，因为啥？因为那个牛槽子用不了。就放了半年之后，把牛槽子改完了才能用这个撒料车，当然挺好用的。这个是1万0500。还有就是我们家这个铲车了，这个铲车当时买的时候1万8千块钱，喂牛其实用不上，就更多是当时搞这边基础建设的时候，没有这个铲车老得借，就挺麻烦的，就买了一个。现在半闲置状态，就是1个月可能也用不上2天，就在这扔着，1万8千块。以上这些跟大家说的建筑啊、设备啊，都是比较大的数额，我能记得住的。当然还有很多记不住的，比如我们家清粪那个电动车，还有买的拉草的那个2手的电动车，包括这3、4年期间不停的修路、电路买的这些砖头什么的费用，这些都没法算了，就是也不知道具体数了。大体的算下来，现在应该投资在20万以上了。建设，设备。包括那边磨面那个机器都没算，就是乱七八糟加一块20多万了。这个数字呢也只能让大家当做一个参考，因为毕竟现在铁料的价格跟我当时买铁料的时候价格也不一样。包括什么红砖，你们当地多少钱也不清楚，这个大家只做参考。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钱花完了，建设的这个棚呢，育肥牛能装150头左右。
然后繁殖母牛大概能装个25头到30头之间，就是能稳定的一个存栏的一个数量。然后我们家的设备，那个拌料机可以同时一次拌100头牛的料。当然我们家样数比较多，又公牛又母牛，又大的又小的，就每次都要拌好几回。但是速度还是挺快的。撒料车呢，一次可以撒个50头牛左右的料，这都是我们实际使用起来得到的一些数据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根据你们准备要做的规模去预备这些设备。虽然现在牛的行情不太好，很多人想抄底，但是，如果你要花大的费用去建设去抄底，我还是不是特别建议，因为现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，未来谁都无法预测的。我们已经连着亏2年了，如果不是投入了这么多钱，我们可能也会就是节衣缩食，可能就不搞了或者少搞一些。但是现在没办法，大量的资金已经投进去了，不干也不行。如果没入行了，还是多考虑，谨慎考虑，然后想清楚了再入行，这个对自己是没坏处的。